中医和西医它不是互相排斥的，他就治带状疱疹，灯火灸身上的穴位给你点一下，会留下疤吗？自限性疾病呢？它会自己好吗？改变一下这个胎儿的位置。怎么证明是你这个针灸针过来的，西医给你转过来的？对，这个能打护唇风脸吗？大家好，今天是第1期的老杨相对论，我们邀请来了2位嘉宾，一位是 Grace， 在国内是西医，现在到了加拿大之后呢，他改学了中医；一位是我们的帅哥 Q。啊，这是我英文名，就是一个 Q， 非常简单。那 Grace， 比如说您这些年做这个中医师，有没有遇到什么就是疑难杂症？您觉得真的是中医给治好的，然后西医不一定能治好的这种例子呢？疑难杂症倒说不上，就是说像我以前遇到一个就是一个孕妇哈，她怀孕32周，那么是一个臀位的，是一个老外，那么她想说顺产的话，一般的是头位才能顺产，臀位它是一种肯定是不能顺产的。那么她是拿着医生的那个 refer 过来，她说用中医的方法，用艾灸的方法帮我改变一下这个胎儿的位置。那么我就帮她做了大约8天。那么就用艾灸的方法，就灸一个小脚的一个穴位啊。那么8天之后呢，他才反馈过来说，医生给我检查过来了，我现在已经是头位了。那么到后来就是顺产了。你这个神呀！你这个听起来太神奇了，真的假的？妇人风要开始跟您抬杠了，你这怎么证明？这就是对，你这个我觉得这杠就好抬了，对不对？这杠怎么证明是你这个针灸针过来的？怎么是艾灸艾过来的呢？确实是它有时间限制的，它一定要一定的就是说怀孕的时间。这个时候呢，胎儿呢是可以在里面随便动的，太早也不行，太晚也不行。太晚呢，已经入盆了，羊水已经足够，就没有那么多了，孩子转不过来了。所以它有它特定的时间的。那么刺激某个穴位的话，胎儿实际上在里面是可以动的，动的恰好，因为头是最沉的嘛，它就顺其自然的就转到了一个头位。你这么一解释，好像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说，就是通过你的刺激，让它自身的来做调整。对。但你是灸那个大人，还是灸肚子灸小孩啊？灸大人，而且是灸脚的位置。灸脚的位置。对。就是那个脚通过那个经脉那个热传导过去，刺激那个胎儿就转了一个弯，然后就投喂了。对，这个理论在中医里面是有记载吗？还是怎么？有的，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所以西医他知道的话，他有可能以往的病人给他回馈啊，或者他查资料，或者他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他就转接过来。等于说是西医给你转过来的。对。所以还有西医认可的，等于说他也是西医，看上是他有过类似的经验，对不对？否则他也不会把他们 refer 到你这儿，对吧？是，这个能打护唇风脸吗？我不知道，如果是护唇风的话，护唇风应该怎么回答是吧？这个确实很难回答，因为你灸脚，然后胎儿在肚子里边转身，用中医来讲，可能是不是你有什么经络啊，有什么的？但是护唇风会说，你这个解剖学解剖下来是没有经络的。但是这个的事情好像，我个人的经验哈，比方说我在腿有时候被冻着了之后，我的肚子会疼。这也是你说也挺神奇的，对吧？然后有时候你比方我穿个短裤，然后突然冷风吹一吹，腿没有觉得疼，腿只是觉得冷，但肚子会疼，而且马上就要想去厕所啊，就感觉就要翻江倒海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我是经常会有的，就经常会被吹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这个好像你要不用经络来解释，可能你可以用其他的，比方神经啊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西医也有着凉一说，受凉它是血液循环差，抵抗力就差。从这方面来解释。血液循环来说哈，你说血液循环，我想起来了，你比方说这个拔火罐，拔火罐，你看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菲尔普斯，美国那个游泳那个世界冠军，他的身上就经常
有很多火罐的印子。现在有不少那个就是小孩子在游泳队的，然后也会经常就是训练完之后身体特别硬嘛，特别痛，也会到我们的诊所来进行拔火罐，就单纯就做拔火罐，而且还是青少年。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不怕吗？他说我们这就已经很普及了，我们都不怕的。都老外是吧？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也有那种就是，但是他们都是跟老外在一起嘛。现在因为菲尔普斯的这个例子，我就觉得菲尔普斯肯定他当时肯定有最好的队医啊，就是这种按摩的，因为我们过去都知道，就是像这种足球运动员啊，还有很多运动员，他都是会有安排那个就是队医，就是专门做按摩的，能够来快速的缓解你的这个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不适的症状来参加比赛嘛。但菲尔普斯他就采取了就是拔火罐，你看菲尔普斯他那个比赛的时候，他那照片上身上全是那个火罐的印子，是吧？就也就说明，在他比较下来之后，可能这个拔火罐的效果是最明显的，是吧？这个我觉得其实用西医其实也能解释通的，对吧？对。其实中医的属于在西方社会，它属于自然疗法，有很多物理治疗啊，注射按摩啊，还有一些整体治疗啊，这都属于自然疗法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它都通过一个就是说自身进行修复的一种方法吧。就是我个人理解，拔火罐，因为我是经常拔的，因为很多痛症啊，确实特别有效。比方说，因为经常弄电脑啊，经常那个反正坐着啊，就是腰啊，或者是这个背部啊，我会经常去拔这个罐子，因为我个人觉得呢，如果用西医来解释，就是说它把你这个地方的毛细血管全部破坏了，然后之后呢，你的自身会这就是为什么会红嘛，等于说把你的毛细血管全部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然后你自身又会你的身体又重新长出新的毛细血管，而这个新的毛细血管呢，它就是完全是疏通的，而你之前的毛细血管呢，实际上它已经是拥堵了，它已经就堵塞住了，你的营养啊，你的身体的这个有用的细胞都运送不过来，所以你这个地方你会觉得紧啊，或者是疼啊这样子的。那这个如果这么来解释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应该更容易理解了。这还是通过你自身来修复了，是吧？中医来讲的话，就是属于气血不通，其实就是微循环不够好。微循环。微循环不够好的话，会影响它的细胞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症的物质啊，或者是痛症的物质。那这个其实是西医的说法，对吧？叫微循环，微循环应该是西医的说法。中医来讲就是气血不通，不通则痛。中医叫气血不通，不通则痛。西医来说就是微循环不好。对。其实最后其实也能其实match到一起了，对吧？对。就是很多说法从不同的角度，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互相印证的一个作用哈。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常不常见，因为您学过中医也学过西医，就是说中医西医理论互相印证的这个情况多见吗？也蛮多见的。之前看那个护城风的辩论呢，他就辩论那个赤脚中医，说他没牌，非法行医。其实国内很多这种非法行医的，什么祖传的啊，治什么病的，您说他治不好病吗？我觉得倒也未必，因为我自己就看过一个，那我之前得带状疱疹，去西医检测了带状疱疹，然后西医就要打点滴啊，吃什么药啊，而且还说可能不一定治得好。说可能有神经痛的后遗症，然后呢，就家里面认识一个潮汕地区的赤脚医生，那个有没有牌不知道，我估计8、9成是没有牌了，他就治这一个病，他就治带状疱疹，他拿什么治呢？灯火灸，应该是那种那个艾灸的一种，他用的不是艾啊，他用一种灯芯还是什么的，烧一下，然后。你的身上的穴位给你点一下，大概3、4次，就好了。他那个用火点在你的皮肤上吗？对，用火，然后用一个东西，好像是灯芯嘛，那个蜡烛芯还是什么？有这种治疗。烧一下叫灯火灸，好像我后来还上网查了一下，但是不是很出名，就有时上网还不是说不全的那信息都。那会留下疤吗？不会留下疤。当时感觉非常疼吗？也不会很疼，就你反正火烧个半秒钟嘛，烧一下，点一下，然后
全身大概前面后面点几个穴位这样子，然后就几次就好了，对吧？你说这种东西它有牌吗？它没牌，对吧？你说中医院它为什么不是引进这种呢？它真治好了，而且人家就吃这口饭呢，人家就治这一个病。那为什么中医不西医院它没有引进这个呢？那我用护城风的方法来反驳你一下啊。那你知不知道它很有可能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呢？就是用西医的方法来说，就是说你不治它可能也会好不治也会好啊。那你这个你怎么来理解呢？那比如说它这个西医我上网查过，它是可能是治不好的，甚至还有后遗症的，对吧？这个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它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引起来的，它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它会自己好吗？它会自己好。它大概要好多久才能好呢？比如说，可能它实际上好的病程很短，可能大约2周这样子，有的甚至到1个月。但是个别人他会根据他的年龄啊，他的当时的状况不一样，有的人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那么现在它是西药方面，它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些抗病毒药物来治疗了，但是它有个时限性，就是3天之后我不给药，就是必须得是发病3天之内你口服西药，3天之后的话，西医就不做任何治疗了，它只能是口服一些止痛药。哦，这样，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在这边的话，带状疱疹也经常会在中医诊所里治疗。那么做的一些方法也都是针灸呀、放血呀，还有一些火针呐。火针，对，火针其实跟那个灯火灸差不多，应该是很像。对，也是把那个针烧红了，点在那个相应的疱疹的病的地方，那么它也就是神经毒在神经的末梢神经的位置。它是有病毒的那个位置。那比如说我这个我是觉得是他看好的，对吧？那可能要是护城风，他就会说，就是说你自己好的，对吧？就是说他为什么护城风它有这么大的强大的这种杀伤力哈？一般人辩不过它的原因就是说，它确实它的逻辑性很强，对，它又能拿出很多一般人不了解的一些医学知识，来打败你，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此就完全赞成护城风的观点，就是说完全否定了中医啊，中医就一无是处，这我确实不能赞同啊。我觉得它起码是有关联性嘛，就是比如说我得了这个病，我去看，然后我好了，是不是这个医生给我治好的呢？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但是它起码是在我们如果讲科学的话，在科学研究的范畴里面，我们是讲它有关联性的，对吧？你2个事情，它是相关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了，它是有相关性的。它不一定是说你这件事导致了第2件事情，但是有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原因，它是相辅相成的，它这个是不能排除的嘛。它护城风它并不能否定说，比如说他说的那个糖尿病人给他看好了，还是什么的，它并不能否认这个相关性。对吧？他是可以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什么3期实验，什么什么实验没有做，对吧？但他并不能否认相关性，对吧？他只说你这个做的不够严谨，你没有这个在 lab 里面做过实验，说直接的 cause and effect， 那个中文叫什么？导致结果 A 导致 B， 它并不能说 A 导致 B，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 A 和 B 相关，正相关嘛，对吧？这个它是不能否认的。中医它治病的角度呢，是可能就是从个体来走，那么西医的话，它是角度是就是某一个病名或者是病因、病原体，或者是局限性的一个病灶，它不是看整个人，他们的角度不一样，看病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西医它有强大的一些统计学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理论来归结，说我这个病到底我能不能治好？它有它的一些统计学，它对照组啊，和实验组这样子。但是中医呢，它只是从一个个案角度，我治完这个一个人，我给他治好了，我可以说我会治这个病，就是角度不一样。
但是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说法的话，还是会让很多人觉得没有足够强的说服力。你这样就是以你的这个，因为你现在在加拿大也做了很多年这个中医了嘛，而且在美国和加拿大中医其实都是被认可的，都是持牌的，对吧？而且特别像现在加拿大，你 ICBC 也就是说那保险就是车祸的保险，那保险公司它是不需要申请就直接可以去看中医之后给报销的，对不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它肯定是得到了整个加拿大这个整个社会的认可，是吧？那么我觉得中医呢，它有它强项的地方，但是呢，中医它也有它弱项的地方。那就是以你这些年，比方说在加拿大做了很多的这个中医之后，你觉得哪些方面它是特别中医特别有优势的？像痛症的话，我们接触的是最多见的，像很多家庭医生把一些腰腿痛的，还有一些肩周炎的病人都会 refer 到我们的来。他们就是因为西医它对于痛症的话，它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是给一些止痛药啊什么的。止痛药很多中国人其实是不爱吃的哈，对，总是会觉得好像对比较伤胃。而且他觉得治标不治本嘛，而且怕成瘾。中国人会觉得我吃你这个是药三分毒，吃完了之后只是解决我一下疼痛，是吧？会不会上瘾啊？会不会那什么？对吧？所以在那个像保险方面的话，针灸治疗痛症是最主要的一大块吧。还有一些慢性病。网上最近很火的护城风辩论赤脚中医的话题。我今天还顺便看了一下这个赤脚中医和护城风的辩论啊，这个有很多感想。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有这个加拿大的持牌的医师针灸师和中医师，然后他之前也是学西医的，对，正好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对，护城风的观点就是说，完全的否定了中医。那么其实很多人在跟他辩论，但是护城风呢，他做了很多研究。他做了很多 research， 所以说，而且他的逻辑性非常强，一般人呢还真就辩论不过他。你作为一个就是在国内的西医，你是内科的专科医生，你到加拿大之后，然后你又变成了中医，那么可能你的观点，我觉得能够更客观一点。我在工作中呢，就是在加拿大这边诊所工作，很多人呢都问我说：“你原来是内分泌科医生，那么你做西医的，到这边又做中医。”你信不信中医？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下我的那个感想哈。我觉得中医和西医它不是互相排斥的。你像中医，它有自己的一些领域，包括一些亚健康状况，还有一些慢性病，还有一些痛症，还有一些西医治不了的疑难杂症，都属于中医的治疗范围。那么像西医的话，它有一些像炎症、肿瘤，还有一些研究机理非常明确的一些疾病，那么还是西医来治疗，就比较又快又治疗的效果又好。它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互相排斥，说中医完全好，西医完全好或完全不好，各有各自的领域，不能说中医好或者是西医好。小郑，你要是生病的话，你去看中医还看西医呀？我都看，哪个管用我看哪个。这什么意思呢？我那个检查，我肯定是先走一遍西医的检查。因为为什么呢？这边是加拿大免费医疗嘛。所以我有什么就是先去 family doctor，家庭医生，该走的检查全部走一遍西医的，然后他可能会给我药。然后我会去查一下这个副作用，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吃。我会考虑吃，但我也不一定会吃。然后如果是我应该一般来说我是急症的话，我可能是先走西医的。因为西医很精确嘛，很快。中医的话呢，我怎么说呢？听不懂。中医你总得找到对的医生。你10个医生，你可能有9种不同的方法，那我信谁呀？对不对？就中医很多时候有这种问题，就是说它的规范程度没有西医那么高。那就是说你找到个好医生就很好，
要找个不靠谱的呢，就可能把你忽悠了。就中医可能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比西医多？在我印象里是这样子的。就西医你家庭医生，你基本上看10个，基本上8、9不离10。但你看10个中医，可能真的不一定是，对吧？10个不同的结论。对，有没有这种情况？你觉得我这种印象准确吗？对，我觉得你思路还蛮清晰的。哦，谢谢。对，但是就是说西医医不了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亚健康的状况，就我明明哪里不舒服，然后我全部检查跑一遍，然后我那个 family doctor 他说你这病我也没办法，你反正自己看办法，然后反正所有指标正常，然后但我还是哪里还是不舒服啊，还有点不舒服啊。他说你这年龄也不大，反正指标也没正常，你就这样吧。他也没辙，就是西医也有西医没辙的地方。那这时候我要是真的想去把那个弄好呢，对吧？那我就只能去找中医了，或者去找什么其他的 naturopath 啊，或者什么，对吧？就中医西医它不是包治百病的，对吧？很多人我觉得，比如说护城风辩论。总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就中医啥也不是，西医啥都行。他虽然没这么说，但是就总给我感觉这个印象，对吧？对，就是其实不要这么绝对嘛，就是哪个管用不用哪个呗。是有各自的领域，像我有的时候也遇到病人，那么有一个20几岁女孩子吧，她说她那个食指啊关节特别僵硬，早上起来的特别痛，然后梳头啊、上厕所都不行。那我问了一下他的病史，可能有2、3个月的情况，而且肿的也蛮厉害的关节。他来了，他只是说你给我做艾灸，或者是给我扎针灸。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要找到他的病因是什么。我建议他去做了一些化验检查，然后做下来的话呢就是类风关，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像干燥症啊什么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疾病，那这种的话，我说，那你可以继续在我们这里做治疗，那么同时的话，西医那边的治疗也是必须的，所以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领域。我们某些疾病呢，我们是中医是做辅助治疗，如果是亚健康状况的话，那么可能西医的话就不必做治疗了，可能中医来解决就已经很好，你刚才说的类风关，其实他是听不懂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那个。我是小白，对，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我就懂了，这我听过，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我听过。你看我作为这个家属我懂。类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中医其实是很难治的，很多人说它能治，但实际上他不了解这个病理。就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叫做免疫系统疾病，等于说你就根本就不知道，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有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小关节对发炎，它是由于你免疫系统导致的，所以说在西医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西医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是吧？对，有一些激素啊，或者是细胞毒性的物质，没有西医没有好的办法，中医现在应该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能够拿过确切的实力，就是说我100%能治好这个类风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胡承东说的，那诺贝尔学奖肯定是你的呀。但是中医有时候他又说他能治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中医能治，但是治不治的好不知道，这是什么一个逻辑？对，他这个就是说，在国内的话，中医它属于说一个民间中医，还有一些学院派的中医这种区别，有一些可能是为了。我觉得是利益的关系吧，经济利益，他们开个诊所，或者是以个人的名义在做医疗的话，那么他就会把话说得很满。我觉得是这样子。他说他可以治，但他不保证能治好。那你说话说得很满，就是说我保证能治好，是吧？就本来是不可能保证治好的。对吧？你这个癌症我保证能治好，这不可能，对吧？因为他就是他说的很满，就是说我所有病都可以治，我都能治，他没有说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说我这肯定给你治好，但是西医他不会说
所有病我都能治，有的病我就治不了。实际上很多病，它有些病它是，应该是有一些人他会其实自身免疫，就是不管你是用西药也好，用中药也好，或者你某种饮食也好，或者是你一些很特殊的原因也好，可能你自身的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他的病就好了。你像我这胳膊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这叫湿疹，这个湿疹哈，很多时候它是永远也不太好的。就是我来加拿大之后，可能是我自身的叫水土不服吧，我自身免疫力下降了之后，我这就会有一块很大的湿疹，耳朵上这边也会有很多湿疹，它就肿也不好，肿也不好。这个地方甚至以前就是发过炎，然后去过医院，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这里就和正常一模一样，就像什么都没有过一样，我就以为就完全好了。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实际上我想那时候因为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嘛。那后来呢，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当你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这个湿疹现在又出来了，就是很大一块，就始终它也不好。所以疾病它分好几种嘛，对3种，就是有一种病1/3的病它是不治也会好，1/3的病是必须要治疗才会好，1/3的病就是说你治它也不会好，所以不知道你碰巧是哪一类。我们就感觉中医这个话题好像太大了哈，太大了，我感觉一期都聊不完。你还有什么例子吗？其实我有问题，我想请教 Grace， 比如说这个中药的问题哈，这中药的规范化的问题，比如说中国产的中药，其他日本产的中药，或者是说加拿大有没有产中药？现在比如说现在加拿大的中药在哪儿来的？是中国运过来的吗？它标准是一样吗？你最后一个问题我先回答。加拿大的中药基本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那么加拿大这边，它是这个中药呢，相对质量要好一些，因为要出口嘛，所以有一个把关的过程。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中药的话，你说想要让它规范性的那种种植，但是中药它有个性质，说种在一个地方的药性和另外一个地方的药性它是不一样的。它有这个学说，这是玄学了。就是说长白山的人参是最好的，在人参这个药品来说，西医没这个问题啊。对，西医都是分子化的，对吧？对，它都一样。它就研究出一个成分嘛，就是你这个里边到底有个什么东西，是哪一个成分起作用了，那么我就专门就生产这个成分，或者我就提炼出这个成分，其他东西都是无意义的。长白山的人参可能那个成分高一点啊，另外一个山的那个成分少一点，但没关系，我只要把那成分提取出来就可以了，对吧？西医就是这个逻辑嘛。对，但是在中医里边，就是我们只能说长白山人参有用，但人参里边具体哪个东西有用，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研究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提出来叫废医验药，是吧？就是要验证这个药。其实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日本那边，日本有个汉方，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我听说过日本的药好。对，日本呢，它只是把就是将近200种的药吧，经典的药，它通过那规范性的那个工厂来做，就跟西药的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做好了之后，它没有汤药，只是那种粉剂的，还有一些膏，那种很方便携带。然后呢，制作的标准又特别高，而且它都是通过西医的医生来开的，很多处方药是西医的医生来开，它没有是中医这个学说，都是持牌的西医的医生开，有点像这边的 naturopath 了，是吧？不是，还不一样。naturopath 它实际上还是叫自然疗法，是吧？还是叫自然。对，它是在就是像西医的医生在医学院里，他就要学汉方这一门课，就日本的医生，所以他就通过某一个病症，那么他就相应对应某一个方剂，它跟中国的这种就是说针对个人的这种加减减还不一样，它就相当于是叫成药，对不对？就成方嘛，对吧？就是它不会说，因为你这个人，我给你开点这个，开点那个，然后给你组合成一种药，它就相当于就是已经成药了，这个成分都是固定的，你谁来都是这种药。对，
我最喜欢吃这种成药了，方便。对，方不然便。整天要熬半天。哎，熬药也有说法了，熬药每个医生那个熬药的那个标准都不一样，什么3碗熬成1碗，5碗熬成2碗，这有时候看什么9碗熬成什么的，我搞得我都懵了，就那碗是多大呀？到底有时候它没有标准化，有时候它每个药它给你克数也不一样。这个确实是一个被人就是说诟病的地方。对，用来攻击的地方。另外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所谓的中药，实际上都不是以药的名义进口的吧？对，都是以食品的名义进口的。也就是说，你在加拿大你买到的所谓的中药、中成药，就这类药，它都是用食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名义进口的。对，等于说它是不需要医生处方的。但是按照食品、保健品的话，级别会更高一些。更高。都是在那个叫什么参荣行啊。参荣行里买的。西方的医生并不把你当成一种药。当成药你就没法卖了，就必须得医生开处方了。还有一个故事哈，就我在看中医的时候，我看中医，他总得给我开药，我总得知道是什么药吧？那医生不给我。那你是什么地方的？就是在小诊所吗？还是不是他就是这边的诊所，加拿大的诊所。加拿大诊所就是你硬药呢，他也给你，但是他就很不情愿。你开成的是汤药呢，还是汤药？就是那个自己抓药抓回去熬的。就是他把那个药跟你包好了给你，你要是认得的话，你自己也会看得到。但是他就不愿意把那个药方给你，他可能怕就是我去别的地方抓药啊或者什么。对，应该是这样，因为基本都是参荣行嘛。对，如果说他把方子给，正常在国内应该是给方子的。对，他这边给你方子之后，他怕你就是你这次在他这儿买的，下次你就不在他这儿买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那药方是保密的，比如说，他治这个病，他有一个秘方。这个哪个老师傅传给他的，他不愿意公开，有没有这种说法？我也听过这种说法。也有这种说法，一般就是固定一种病吧，就是比方说这个老中医，我就治某个病，我就有一个秘方，这个秘方你来我就用这个秘方。有不一样的情况，像有的人我知道有一个专门治癌症的一个老中医据说是80多岁，其实他专门治疗癌症，那么他那个药物的成分可能就5、6种药，每次都是5、6种药，就放那几个罐子在里边，每一个挖出来一点，所以他也可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边应该是他必须公开的吧，就是法律规定，应该是是不是？就是你问那医生拿方子，是不是他必须给你？是规定是要公开的。我就遇过医生，就是他不情愿给。对，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看中医你怎么判断这个中医到底是可靠不可靠？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也有看过中医，你吃完3剂药下去不痛不痒，也没见好也没见坏，对吧？我这到底，但是有时候西医也是这样子。西医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我这吃了1个星期了，2个星期了，这还是那样该咋地咋地，这该痛，对吧？就我怎么判断？比如说看中医的时候，那就是没效果呀。那就是没效果。对一般几剂药能看出这中医有没有效？我吃了是没感觉，我胃痛，我吃完1个星期还是胃痛，我这个心脏不舒服，我吃完1个星期7剂药下去还是不舒服，那这就没效了，是吧？对，无论从西医和中医角度来讲，就是没效果。那一般就是说多快可以见效？没有见效就算是没效果。从您的这个经验来讲，基本上应该是3天。我们一般是3天，无论是从西医的角度还是中医的角度，3天的话就应该看出有没有效果。那观众就可以记笔记了，3天没效就可以换医生了，是吧？就是也不一定要换医生，标准很高啊，标准好 ，Grace 标准很高。可以要3天见效，药物的剂量或者是药物的品种是要调整的。就像我们以前在西医的话，如果是这个人有炎症的话，用抗生素，3天的话体温没变化还是高烧，那么肯定抗生素不对，3天是必换抗生素的。经常看中医就是这种就是但是有时候是慢性病亚健康，它也不是几剂药就能解决的，是不是？对，但至少有一些症状是要缓解的嘛。像亚健康状况衡量的标准就是症状，它没有数值嘛。
那你觉得一点都没有变化，肯定不会再继续服用同一种药物了。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中医它的诊疗手段有很多，对吧？比如说针灸啦、拔罐啦，甚至按摩啦，其实最后才是汤药啊。我记得是我看过一个什么中医书，它是一开始他是不喜欢用汤药的，什么针灸啊，什么按摩这种表面的，然后最后不行了才用汤药。但是现在都流行用汤药哈，现在好像中医一说中医，基本上就是把个脉，煮个中药。我有这种印象，但是针灸也很普及，但是我总感觉好像现在汤药是不是很流行？不一样的情况。你像如果是一个人是痛症的话，他肯定不会服中药来治疗的，痛症肯定要针灸、拔罐啊这些。那如果这个人是失眠的话，那针灸是能够帮到这个人的失眠，但是不方便，他不可能天天去治疗失眠。睡前给你扎一针是吧？头上给你来2针。对，而中药呢更方便一些。根据不一样的情况。治疗方法不一样。对，我的失眠，我也有失眠嘛。我也不是失眠，就是说，睡不好，或者是半夜要不停的起夜。有的时候也会失眠，就睡不着。我妈妈天天就给我发那些，就是微信里的那些，推的那些什么这个又是什么偏方，各种偏方啊。哎呦喂，你讲反正给我推了好多，这大家就其实成分都差不多呀，就是都是这个，然后这个，然后苹果皮在下午4点钟吃，再加上都是这种是吧？对，类似。我也试过，这确实是没有效果。后来我妈给我发这些东西，我也就是点个赞就完事儿了，因为试了很多了，确实没效果。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还真试了，真试了一些，但确实没有效果。至少对我个人来说啊，是没效果。我也试了很多，那这个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因为你晚上睡不好，你白天是很难受的。您老婆是医生，你还试偏方呢？那也是啊，因为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你像这种安眠药。像我肯定是排斥吃的，我轻易是不会吃什么安眠药，因为我知道那个安眠药你越吃会越多，因为它有抗药性嘛，对吧？或者是依赖啊，或者什么的，反正我是不会吃的。到后来呢，实在不行了，我就让我太太跟我说，你给我试一试针灸，哎，你别说，我所有的方法中啊，还针灸就是针灸对我有效果，那现在好了吗？你不能说完全好，就是说，但是扎完之后的晚上会睡得很舒服。起夜什么就明显减少。像我起夜有时候很多的，一个晚上6、7次。那你现在天天扎？那现在没有。我一般有时候会连续扎个几天。因为它这也不方便，你知道吗？就确实是说扎针灸没有那么方便，因为你对吧？它其实蛮排斥扎针的。扎针对针比较敏感，比较痛。一扎会叫。因为我头皮薄。他一扎就好像经常会扎到我那种很痛的地方。他说的入针感觉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就就是很厚重的那种，就扎进去肉里头了。像我这一下感觉好像就是薄薄的一层皮，一下就好像要扎在这个脑壳上了那种感觉啊。每个人对痛的感觉都不一样。但确实有效，对我来说确实有效，这也不是心理作用。如果说心理作用的话，那我之前喝的那些汤剂就是那些偏方，那也应该起作用啊，那确实没有用。那这个确实有用。所以我为什么对护身风这个就是中医绝对无效啊什么这个我是有看法的呢？因为自身有一些经历。之后你就很难再说服我说中医就完全无效啊，这个我是不赞同的。他嘴上是说他不黑中医，但是举的例子都是黑中医的，对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他说的很多东西呢，确实有些东西你是很难反驳的，是吧？确实很难反驳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医的这个黑箱问题，就是中医我感觉跟那个 AI 一样，就是你不知道它是怎么 work 的，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哎，它为什么起作用了？然后中医就一大堆啊，阴啊阳啊，什么寒啊热什么的，什么说一大堆，然后反正我也听不懂。然后他自己又理论自己，但是他那个什么阴啊阳啊寒啊热啊什么虚啊实啊那些东西，他到底是个啥？其实
有点就是那个有那种黑箱的感觉，就是它里面它有时候是管用的，但是不知道什么管用。为什么管用呢？哦，因为你这里你本来是这个火有点旺，但是我们就给你降，那火到底是啥玩意儿，我们说不清楚，对吧？中医有这种情况。是，他就是说中医实际上是让自身各方面进行一个平衡，然后他通过他的方法呢，让你其实促进你自身修复的，起作用是你自身的那种调动你自身的修复能力。像你说火啊什么的，其实食物它也是有一定的那种性状的，就像你吃姜，你吃上姜，你身体会有变化的。所以一样，它通过这个食物的性状，它也分析你身体的症状来解释。对，我遇过有些医生他是不问的，直接上手把脉，然后好像说的也蛮准的，我也不知道。对。也有啊，我们到诊所里也有这种啊，来了就说，我说问他什么情况，但他说我不说，你看，那也可以啊，也通过这种人呢，基本都是属于肝郁肝火比较旺的人，因为他这种性格，对这种性格过来已经是就通过说话就是肝火较劲的，喜欢为难人的那种。我一说出来，那么也通过他的这个脉象，因为假如一个弦脉的话，那肯定有很多种疾病嘛，那么结合他这种表现的话，那我就是分析他这方面的问题，那他也觉得很准，他确实是那种人。你别说这个，就是肝火旺这个事儿哈。你看西医里，可能它不是什么病，对不对？但你会发现有些人确实肝火旺，就确实容易发怒啊，确实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但你要说你要看西医的话，他可能他可能各项他都指标，他都是正常的。对，你就包括小郑，他一说话很激昂，是吧？这中医来讲，就属于肾气比较足。是吗？像我这种声音比较低的话，就是属于气不够、脾虚的人。但是你要看指标的话，可能他又都全都是正常的。对。但是人间还又确实有差别。Grace， 比如说您在这个学习中医的时候啊，或者在行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同行之间的这个异闻趣事啊，跟中医相关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学中医的时候呢，学那个儿科中医，那么有很多涉及到说，小儿肺炎，然后有很多药物来治疗。那么我们同学呢就问老师一个问题，说你家孩子如果得了肺炎的话，你是给他吃这些中药吗？老师说首先孩子是不是亲生的？是亲生的，如果明确是肺炎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又快又好的那个抗生素呢？如果是中药的话，我要去买这些中药，我要熬制中药，那么要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觉得来不来得及？那么治疗的效果，有没有达到那么好？这个都不一定。所以现在抗生素已经很明确的话，那么肺炎治疗肯定是首选抗生素的。中药这个在这个治疗这些这种炎症方面，实际上是疗效并没有就是说对应的抗生素来得快，对吧？对，抗生素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提纯了，把这个专门就是治疗炎症的这个部分它已经提纯了，所以它的浓度非常高，所以它的就是效果非常明显。对它西医的角度就是针对于这个病原体嘛，来治疗。那么要中医的话，治疗就是通过这个人体调动的人体，可能五脏六腑啊来进行一种自身修复，就调动你的这种自身免疫力了，对，自身来免疫力去跟它对抗。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很多时候不一定能起效，或者说起效的效果没有那么快。对，像 naturopath， 您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了解？就比如说您之前是学西医的，做西医的，你过来为什么会选择中医？比如说也有其他的，比如说 naturopath 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什么？自然疗法这边的自然疗法，自然疗法，它是另外一个分支嘛，也是要读好多年的，好像。自然疗法要学4年。这也算是辅助疗法。对，辅助医疗。
这些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还有这些RMT 这边他说那个自然疗法，算是医生吗？算是医生，算医生算是医生，但是他也要学4年，他也没那么容易学下来的，都是通过英文来学嘛。然后他有一定的处方权，但是听闻下来，其实他的疗效很一般。因为我的病人里头有在那个自然疗法那里就是看过扎过针，他们也扎针，他们也开药物 herb，但是效果并不怎么好，因为它的历史还是比较短嘛。经验啊各方面还不像中医那么有针对性。马上要有 naturopath doctor 来挑战你了。不是，先埋一个梗在这里。不是，他应该先去挑战一下护晨风，因为护晨风最爱说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经过3期临床双盲对照实验？natural， 你说的这个叫什么 naturopath 有没有3期临床？叫自然疗法，对不对？他肯定也没有经过，不知道，我不了解，不了解，肯定没有。但是像中医的话，有针灸嘛，这些物理治疗还有整体治疗，它都是自然疗法的一部分。它那个政府里头，它有就像2大分支一样，像我们这种自然疗法就属于辅助治疗，还有一些就是家庭医生啊、专科医生的治疗，那是人家主流。也就是说90%的病都被人家主流医生治了。对，我们只是辅助性的。然后呢，这些一些边缘性的，或者说这主流治不了，或者是说没有什么特效的办法，然后呢，就是甩给这些就是辅助治疗了。这些辅助治疗可能你不管是心理按摩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也好，可能确实起到作用了。说他才能够生存下去。对，小郑以前不是还搞过音乐疗法？我以前是学音乐治疗的，但是我后来没有学完的 program。对，音乐治疗它也是辅助疗法。音乐治疗，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属于是这种有点像心理暗示一样，因为你听到音乐，你心里确实会舒服。音乐治疗它要讲就要讲很久了。对，这音乐治疗我就不细讲了，它是在这边有大概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60-70年的历史吧。现在主要是针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啊 ，long-term care 啦，然后3个板块嘛，老年人，然后就是成年人心理疾病的，还有小孩子，比如说这个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比如自闭症啊，这些小孩子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个发育疾病，我不知道。对，这个不细聊了。对，这个聊。还有一些绘画疗法是吧？那个 art therapy 也有，它这些都是就是这种辅助疗法嘛。对。未知的领域其实太多了，是值得人们探索的东西啊，就是一棍子打死，或者说绝对的这个否定的话。对，你不能说这个科学能证明的就是100%真理，它科学也不停的在证明自己是错的嘛。对，我其实看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事儿呢，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国外呢有一种疗法就是对刚才你说的那个叫什么风湿性关节炎，这种关节肿痛啊，不是现在西医是没有好办法吗？但实际上国外是有一种，就是专门拿那个蜜蜂啊，他们养那个蜜蜂，拿那个蜜蜂去扎它，这些方法是不被西医认可的，但是你可知道，他这个信众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肯定是有很多人好了呀，他没好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因为你西医治不了嘛。然后我这个事情问过我妈妈，我妈妈说哈，她说你要知道，那些养蜂人是从来不得风湿性关节炎的。有这个说法吗？有这说法。有。养蜂人，你看他风餐露宿，睡在野外，睡在那个又潮又湿的地方啊，但他们从来不得风湿性关节炎。被蜜蜂扎多了。对，这个我们未知的领域太多了，其实可以值得探索的东西太多了。你说这个养蜂人，他那个这个扎针疗法、蜂针疗法，他也没有3期双盲实验，对吧？你不能说人家没有效，是不是说所有他只有通过3期双盲实验的，他才叫有效的，或者是说没有人去认真去做这个对照性实验。
做个实验成本也很高，是对你不是谁都做得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去 fund 这些实验呢？那肯定是制药公司啊。对制药公司他才不管你那个风筝有没有效呢，他卖他的药啊。对，如果说它有效了，那大家都去杀蜜蜂了，对了，对不对？扎蜜蜂他都不愿吃你西药了，所以有钱资助这些 funding，他是不愿去搞那些东西的。这个是护城风没有说的东西。是的，是的，现在他都是，比如说那 medical model， 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就是所有现在的主流的医学，他都是他不愿意去跟你们这些非主流的搞在一起。为什么？他已经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利益体系了，利益集团了在里面了。他卖他的药，他就做他的实验，我证明我这个药卖得好，我就卖这个药，我就挣大钱，不管你们什么偏方，什么灯火灸有没有药，有没有效。我不 care， 我也不想去搞你们那些东西，对吧？你反正来你就吃我的西药就可以了，对吧？有这一层利益在里面。所以护城风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太绝对了，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中医和西医各有各自的领域，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是这样认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3期双盲实验固然是好哈，但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拿去做吧，人家成本也很高，对吧？就不能说拿那个说事儿，就是说你做了那个就是才是有效的，不做就完全无效，这个也太绝对了，我觉得。关于中医的话题太多了，我觉得一期也说不完，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接着聊吧。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